中国经济下行，星巴克也撑不住了。这不是谣言，而是残酷的现实。全球咖啡巨头星巴克传出要出售中国业务的震撼消息，令人唏嘘不已。2月26日，国际金融报、中国商报等多家媒体齐声报道，星巴克正在为中国区股权寻找买家。KKR、FountainWest Partners、方圆资本、TAG 等国际私募巨头已进入谈判名单，华润集团和美团也加入这场接盘博弈，与星巴克高层展开初步接触。这哪里是简单的股权交易，分明是中国经济寒潮下外资企业的一次无奈自救。据财联社透露，星巴克中国业务的估值可能超过10亿美元，具体出售规模还在谈判中。更可能的是，星巴克希望通过特许经营协议将运营压力转嫁给本地伙伴。可在如今的中国市场，这样的挣扎真能换来生机吗？消费降级的浪潮和外资撤离的阴影，已经让这片曾经的黄金之地变成了烫手山芋。先来看一组冰冷的数据。国家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长率仅 4.8%， 创下30年来最低纪录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跌至 3.2%，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2.5%。这意味着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薄，消费能力大幅萎缩。在这样的经济寒冬里，谁还有余钱去消费一杯动辄40元的咖啡？再看星巴克2025财年第一季度财报，截至2024年12月29日，中国区营收 7.44 亿美元，同比仅增长 1%。表面上看还过得去，但深挖下去，满目疮痍，同店销售额下降 6%， 订单平均售价下滑 4%， 交易量萎缩 2%。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困境，而是中国消费市场整体疲软的写照。为了维持客流，星巴克不得不频繁推出7折券、买1送1、50减6等促销活动。可即便如此，门店依旧门可罗雀。更严峻的是，中国咖啡市场的消费结构已经彻底转向低价。根据 Euromonitor 统计，2024年中国咖啡消费量达130亿杯，但其中 70% 以上是单价低于20元的平价咖啡。高端消费的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，消费者的选择清晰地反映了经济下行的压力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有 65% 的中国年轻人表示更愿意选择实惠品牌，这种趋势让外资品牌的高端定位变得举步维艰。中国是星巴克全球第2大市场，截至2024年12月29日，星巴克在中国拥有7685家直营店。可这些门店如今成了沉重的负担。数据显示，每开一家新店，平均投入80万至100万元人民币。2024年，星巴克在中国新增500多家门店，但同店销售额却不升反降。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，中国消费者没钱了。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统计，2024年瑞幸咖啡平均客单价仅15元，而星巴克高达35元。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低价品牌成了消费者的首选。瑞幸门店数突破 1.8 万家，库迪逼近9000家，而星巴克的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近 20% 缩水到如今的不足 8%。这不是竞争对手太强，而是中国经济支撑不起高端消费的土壤了。再看宏观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失业率升至 5.3%， 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15.6%。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近10年低点，仅为 85.2。消费降级不再是口号，而是每个家庭的现实选择。一位上海白领无奈地说，以前每周去星巴克，现在1个月都舍不得去一次，钱得省着花。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大地此起彼伏。
星巴克此次出售股权，是中国经济困境下外资企业调整战略的一个缩影。据国际金融报透露，星巴克首席财务官 Rachel Ruggieri 将在未来几周带队来华，与潜在买家谈判。这场交易的估值约10亿美元，按当前汇率约合70亿元人民币，平均每家门店估值不到100万元。相比之下，开店成本却高达80万至100万元，这笔买卖几乎是赔本甩卖。潜在买家包括 KKR、TAG 等私募巨头，以及华润和美团等本土企业。但问题在于，谁会愿意接手一个被经济寒冬拖垮的业务？业内人士分析，星巴克可能希望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回笼资金，减轻运营压力。可参考麦当劳的先例，2017年出售中国业务给中信后，利润率连年下滑，2024年营收增长仅 3%。在中国市场，外资品牌的光环正在褪色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外资撤离的趋势愈演愈烈。据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额同比下降 15%， 撤资案例激增 30%。耐克关闭了中国 20% 的门店，优衣库减少了50家店铺，连沃尔玛都在收缩中国业务。星巴克不过是这股寒流中的一员，他的选择折射出外资对中国市场信心的集体崩塌。经济寒冬的冲击不仅限于企业层面，还直接威胁到普通人的生计。2月24日，星巴克宣布全球裁员1100人，虽然主要针对总部，但中国区的压力同样不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4年下半年，星巴克关闭了至少200家门店，多集中在2、3线城市。一位星巴克员工私下透露，店里生意不好，工资都发得艰难，裁员估计跑不了。中国咖啡行业协会估算，星巴克中国直接雇佣员工超5万人，间接带动就业超20万。如果股权出售导致大规模关店或裁员，受波及的人数将难以想象。一个门店关闭，店员、后勤、供应链上的工人全都受影响。经济下行之下，这些家庭的日子只会更艰难。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外资的困境。瑞幸咖啡2024年营收突破300亿元，同比增长 40%， 净利润达25亿元。库迪靠5元一杯的策略，门店数激增 300%。相比之下，星巴克中国3年营收徘徊在30亿美元左右，几乎停滞。这不是本土品牌有多厉害，而是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只能支撑低价市场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3、4线城市咖啡消费额同比增长仅 1.5%， 远低于1、2线城市的 5%。经济下行的压力让下沉市场成了消费荒漠，外资品牌的高端路线在这里完全行不通。瑞幸和库迪的低价策略正好踩准了消费者的痛点，而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疲软的真实写照。星巴克会彻底退出中国吗？目前还不好下结论，但这次股权出售无疑是中国经济寒冬下的一次重大信号。如果交易达成，星巴克可能保留品牌授权，但运营权大概率要交给本地伙伴。可即便如此，前景依然暗淡，消费降级的趋势还在加剧。根据中国社科院预测，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可能进一步跌至 2% 以下。再看一组数据，2024年星巴克在中国广告支出高达5亿元，但转化率仅 3%， 远低于瑞幸的 15%。高昂的营销成本换不回客流，凸显了中国市场的艰难。10亿美元估值看似不低，可均摊到7685家门店，每店不到100万元。这样的贱卖不过是外资在中国困境中的无奈一招。星巴克的挣扎不是个例，而是中国经济寒冬下外资企业命运的缩影。
曾经，中国市场是全球品牌的淘金地，如今却变成了烫手山芋。消费降级、外资撤离、经济低迷，这些无形的压力正将一个个巨头逼入绝境。从耐克到优衣库，再到星巴克，谁能扛得住这股寒流？或许，正如专家所说，星巴克只是开始，中国经济的冬天还远未结束。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土地上，外资品牌的辉煌岁月已成过去，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和无尽的挣扎。